什么声音啊？不是人的声音。这座矿山下有条地下河，水不干净，或饮或用，就会让人精神狂躁，宛如野兽，就像他一样。你可知我阿父用多少条人命，才喂出这么一只怪物吗？别挣扎了，这烛火是特制的，你的武功使不出来，交出血骨令，否则我不介意让这个怪物会会谢家人。好，把他给我放开！太远！少爷，在这看着。他如今没什么内力，给他半炷香如何？他不需要半炷香。这么信任他，他一定会赢。小薇，小薇。你方才故意激将我，就是想让我替你杀了他吧？我早看那个畜生不爽了。你对你爹的所作所为不满，但你又不敢反抗，所以只能拿我和萧唯一做法子。我爹为了血骨令，什么都能干得出来。我总要看看你们到底有什么决心和能力，敢跟我爹对着干吧？萧无一，你的人什么时候到？不想说没关系，只要有援兵就行。这洞外都是我阿父的人，援军未至，最好不要轻易行动。我会把外面的蜡烛都撤掉，这是我唯一能帮你们的了。等等，这是你阿子生前托我转交给你的。若明日此举不成，我必遭杀身之祸，请将此信交予我阿弟。你们若要行动，最好把底下的人都救出来。你的援兵什么时候到？青龙偃月会给信儿的，放心吧，一定会先保证郡主和袁小六的安全。那先休息吧，养精蓄锐。
只只一眼，这瞬间，牵动命运之中的线，已相连。共赴岁月，为你的安宁处在你身边，以灵魂相见。你别多想，我是怕你伤势太重，别到时候死在这儿。你知我决定将生死与共，笃信我不退避的执着。你知我拼一生万古磊落，不言弃不闪躲，是真如错。我不是为了郡主给我的却孤令才对你好的，我和郡主一样，都希望你自由快乐的活着。佳玉，夏无义，你确定你能把那些人都救出来吗？我能。说大话！你信我，我就能。我相信你。是诚如错。我此番冒险，自知凶多吉少，然崔家之恶，实由我起。若非当年我与你争一时义气，提醒父亲旷道狭窄，比起成年男子，或许女子更为灵活，且不会被官府发现。如今，也不会造下这么多杀孽。那么多女子被诓骗至灵风铺，为一粟米一吊钱没了命。幸而云昭郡主发现矿洞隐秘，我救他，替他引来萧世子，是为赎罪。阿弟，我知你想让我离开灵风铺，安稳余生，可错已铸成，便当赔命。你若继续助纣为虐，我亦泉下难眠。望我一死，燃你生之。只有你知道该如何解救那些女子。别走了，走得我头都晕了。你说青龙偃月会不会被抓住了？你的那些援兵呢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放心吧，在我入灵风铺前，那些援兵就已经在路上了。我并不是被郡主的家书引来此处的。来此之前，北府郡中就有人得了和矿洞那些人一样的怪病，他们吃了朝廷下发的被污水浸泡过的军粮，而那些军粮就出自于瓜州，定是有人得知了瓜州的消息，拖北府兵下水，就是想引我来此处，既能打击北府改制，又能置崔家于死地。我想这背后之人是太傅。我阿父。太傅与崔氏恐有灭门之仇。按时间来算，李茂此刻应该已对健康的崔府下手了。他从健康安排过来的人，应该不日就到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们去那儿。诺。你，他们就关在前面的牢房。诺。他来干什么？疯狂。别怕。主君吩咐了，二位是贵客，黄泉路上不好走，若想干脆些，可用此药。看来这崔俊还真想置我于死地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啊，你这两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别提了，我说了你都不信。这几天，我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，除了那个送饭的哑巴，我一个人都见不到。不是，
我们凭什么？你看你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青龙偃月呢？啊？不是他们引你过来的。不是，是崔少安。哎呦，阿木疼，轻点吧，要不还装？还是有点疼的嘛。以前你总想着游历山川，行走天下，走过了这一遭，以后还想去吗？阿母，遥遥走出健康，才知真正的天下为何物。没有锦衣玉食，也没有华彩千灯。就像今日大堂上那个女孩，她就那么亲眼看着自己的哥哥惨死在自己面前。可能她这辈子再也没有亲人了，而且也没有人再给她煮蜜水喝了。可是有的人心又是那么的坏，就像那个崔俊，他为了却骨令，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放过。对，我与文熙皇后情同姐妹，常听她聊起哥哥，说他兄长是个胸怀大义、志向高远之人，为了勘察大业矿藏，几乎走遍了全国。可今日见崔俊所作所为，跟文熙皇后说的完全是两个人。从未见过。那你父亲自漠北游历回来之后，可有何异常？我曾听母亲提过，父亲从漠北回来时身受重伤，伤愈过后便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性情冷漠，暴力严苛，再也不复往日的慈爱。没过多久，我母亲便离世了。你再想想，还有吗？母亲还与我说过，不知为何，父亲喜欢研究上了矿藏和舆图。你再想想，你父亲平日里都喜欢吃什么？没什么喜欢的，也没什么不喜欢的。但是这几年，我发现父亲不大爱喝茶了，反而爱喝牛乳和牛乳做的各种糕点。把阿母刚熬好的蜜水，也给你带了一碗，快趁热喝了吧。该不会给我下毒了吧？下了，什么曼陀罗啊、乌头啊、千机药，我都说了下毒了，你还喝？想被你毒死呀？甜吗？谢谢你救了那些女孩。杀人灭口的话，这些女孩子怎么办？也谢谢你救了我阿母。你身上的伤还疼吗？行军打仗受点伤很正常，这点伤算不了什么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可是因为崔俊，我阿母她当年在上京听文熙皇后说，她哥哥本是个胸怀大义之人，如今却变得面目全非。你是不是觉得他不会这般轻易束手就擒？设计的还能难住我？少爷，我来了。世子，矿洞发生坍塌，
袁小六死了。邹一，袁小六，师傅，袁小六，袁小六，师傅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我阿父要与我们大家同归于尽，被污染的地下水全都被封在这矿山之下。我阿父开启了机关，要让污水淹没整个灵峰铺，我们大家都会死。必须把他带回健康，这样才能把崔氏之罪告知天下，才能真正为那些枉死的人报仇，这才是天理公道。过客，落子无悔，秋雨的岁月轮廓已斑驳，半是选择，半蹉跎。爱恨难断，如风沙雨过，乱箭是非，终究不可说。此身在世间，梦外云过。你师父舍命救了我们所有人。郡主，实不相瞒，此番我也是受太傅所托。太傅知道郡主可能在灵峰铺，便托我给郡主带句话：健康谢氏，永远带郡主平安归去。不必，既然和离，再无牵挂。郡主洒脱，乐君佩服。经此一劫，乐君也才知道，原来这世间当真存在雀骨令。这几年，坊间一直传闻，雀骨出，天下定。不知郡主若几枚令牌就能改天换地，萧世子又何必要改制？这雀骨令不过是文熙皇后带给身边人的一些念想，至于那什么文熙太子，更是无稽之谈。那日我在堂上，就是为了逼崔俊自乱阵脚，所以才这么骗他。你也是雀骨令的指令人，都肩负着大业难度，辅佐文熙太子。文熙太子早死了，他没有死。我与文熙皇后情同姐妹，若她的孩子真遗存世间，我该有多么疼爱她，又怎么会这么多年对她不闻不问呢？那就好，我方才还在为我哥哥担心，若世间真有文熙太子，那我哥哥到时又该如何自处啊？今日听郡主这番话，我终于安心了。那乐君就先告退了。怎么样，截获了吗？郡主是否提及文熙太子的下落？把齐王府的乳母带回健康。你哥哥根本不是大爷血脉的。云昭早就怀疑齐王的身世，他此番去瓜州，恐怕是要用自己手上的雀骨令，去号令其他持令之人，重新扶持立业宗室。不好，他要揭发哥哥身份。宁县主到，
谢过谢主。乐君与哥哥自有孤苦，幸有郡主照拂，此恩难报。乐君已请旨，前来为郡主复灵。见过太傅。县主有伤在身，实在是有心了。时辰到，启灵摔瓦。慢着！阿父，我还在，怎么能让堂兄来摔盆，再让外人来扶灵？乐君与我阿母一同摔下悬崖，竟好得如此之快，可见福泽深厚啊！瑶瑶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拉住郡主。当日我动作若是快些就好了。瑶瑶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这都过了头七了，这几日也不见你跪灵。是我不让他来的，我上次应该说得很清楚，不许你踏进谢府半步。诸位或许有所不知，我阿母已与阿父和离。按照我阿母的意愿，定是不愿入谢氏祖坟，故而今日我来带她走。放肆！佳玉丫头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阿发母怎么可能和离？我手中有2封信，这一封是我阿母离开健康时写给我的，她说她已经和阿父和离，想要出去散散心，游历这天下。第2封是阿母在灵峰铺时写给阿父的，这些是郡主的遗物。只可惜还没来得及寄出，就已经出事了。阿父，你要看看吗？我不必看。我和你阿母的婚事乃皇家赐婚，所以若无宗正稽核、内廷允准，你的和离书根本就毫无功用啊！趁今日谢氏族人都在，我就再说一遍：谢家瑜并非我与云昭亲生。咱们不知道，他只是云昭捡回来的孤儿罢了，被云昭当猫儿狗儿养了10几年而已。所以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做我谢氏和云昭的主？别再耽误时辰了。晋安王府是养了一群土匪吗？跑到我谢氏的灵堂上来抢光果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太傅，今日谢家瑜的话，便如军令，还望太傅听家瑜把话说完。崔俊南北秦暗探，阿母被其控制后，本有机会逃脱，但他听崔俊提起了安禄之案，为了从崔俊口中探出安禄之案的真相，阿母不惜与他周旋，
脱不了身。阿母知道安禄之案乃你此生心结，不解开难释怀，所以他宁愿以身冒险，也想为你求一个真心。阿母曾经以为你的执念都是错的，后来才知他也错了。现在真相就在我手里。瑶瑶，别！太傅，我说了，今日请听谢家玉把话说完。阿福，我阿母是被人害死的，您敢让我去查，到底是谁害了我阿母吗？谢家玉，你还真有脸说这话？明明是马匹受惊，你阿母才意外坠马。但要不是你跟他换马车，出意外的本该就是你，还有什么好查的呢？我明白了，阿福不想查，我自己查，还我阿母一个公道。我再问阿福，若我要以安禄之案还我阿母，阿福还还是不还？不，你这阿福，还还是不还？不，别！若安禄之案有真相可言，那就是国事啊！你岂能凭一己之私毁家国大事呢？是吗？那阿福，当日连环弩之案，你难道没有为一己之私毁家国大事？不可妄言，你阿父和连环弩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不是妄言？阿福心里最清楚。我是不是真的想鱼死网破？阿福心里也清楚。阿母同我讲了你们过去的故事。既然您心中另有所爱，既然连开始都是错的，那您为什么不肯放阿母一个自由？从上京到监考，困于国王，困于朝廷之人太多。阿母已经去了，我只想为他还一个身后自在。我对云昭之爱，岂是你，岂是任何人能懂？当年是他自己选择了错误的开始，既然错，那就只能错到底。那是他欠我的。哎，我换。阿母说的没错，任何事情都抵不过安禄之爱在阿福心中的反应。今日谢氏族人都在，那就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我阿母早已写下和离书，阿父今日也同意了。从此，云昭郡主与谢氏再无瓜葛，一别两宽。就算你今日带走云昭，吾陛下太后解除赐婚，她离父皇，永远都是我的妻子，她的魂魄永远都离不开谢氏祠堂。这就不劳阿父操心。阿父，这也是我最后还您一声阿父。往事如尘，旧
过客，落子无悔就余得。岁月轮廓已斑驳，半是选择，半蹉跎。若宿命的过，何来对？